明明是很平坦的，我就走一走就会这样啪就倒在地上，然后软骨症吗？然后起来以后呢，可能再走一走又跌倒。你有没有检查过小脑？会不会是平衡你有有怀问题？疑这个状态是不是平衡失去有点没有啊，可是我这样是。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蛋巴黎因人生侦探所。我们应该都有听过业力这2个字，但是你知道你躲得过业力引爆的时刻吗？真的要爆也没办法吧？什么意思？就如果人品不好，要爆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躲吧？真的吗？就是你过去累积做下来的累积吗？对啊，是不是？可是，所以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很倒霉的时刻？有啊，有吗？有时候就有一种屋漏偏逢连夜雨，什么烂事都是在同一天，很烦这样子。对，那是什么时刻？我前几天就抛锚啊，我车抛锚，然后呢，车抛锚就算了，当天又有很多个约，临时跑出来的约这样，然后都蛮重要，有很多有会要开这样。所以我就变成通勤变得很麻烦，我就变成要一直坐计程车，然后又下大雨，你知道吗？前几天又下大雨，整个就觉得就觉得好累好烦。好，我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是那一种有可能走在那个非常平坦的柏油路上，然后就会直接跌倒。整个你是说现实上？现实就是真的是走在路上就会跌倒。对啊，这不是梦境哦。对，一直跌倒对，会啊。然后仿佛前面有一个是很平坦的，我就走一走就会这样啪就倒在地上。然后软骨症吗？然后起来以后呢，可能再走一走又跌倒。你有没有检查过小脑？会不会是平衡有问题？你有怀疑这个状态是不是平衡失去有点没有啊？可是我这样是平安的长大，只不过就是不断的跌倒这样。对，没有想过有点困扰吗？有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就应该是那个天生倒霉的那个人。这不是倒霉是不是你肌肉命不好？命不好，所以是跌倒。但跌倒到底可以得到学到什么？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居然是那一种命不好到连走路都不能好好走路的人。老天也不想背这个锅。对，所以我还想说，这该不会是什么业力惩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像这种不断的一直倒霉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我都会觉得有可能这个是我的命运或天生注定会发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跟控制，我好像仿佛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双脚。对。所以啊，有些人不是常说感情不顺嘛，婚姻失败，然后到最后他就觉得是自己命不好，一直都在重复这个过程。对，都在播放同样的一个人生情节。宿命论。对，有些人会说遇人不淑啊，或是这一些都会是他自己的命。对。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起嗔心，怪东怪西。好，那就会有人会讲说啊，那这个人本来就这样啊，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我们应该要去知道他就是这种个性的人。是啦，就如果他本来就这样就算了啊，不要理他。所以可是你不觉得这样讲起来其实有点奇怪吗？怎么说？好像仿佛什么事情都是注定的，那跟自己是没有关系吗？有啊，对我来讲我不觉得这是注定的。对我来讲业力比较是像是我们的根气，习惯习性，你的一些习气是有点根深蒂固，有点改不掉这样，甚至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没注意的。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一个佛法来看的话，佛教对于业的看法比较把它当成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名词。可是坊间大部分讲到业力好像都比较觉得是负面，就好像是不好的东西。对，可是因为佛教在看业力这一件事情，他的看法是把业力当成一个人的心理的倾向，或者就像你说，它是基于过去的一个行为模式，好让我们想要去这样思考、这样行为，好这样行动的，所以有点像你说的，它就是一种习惯。对，比如说我们习惯用左手写字的人，那你就很难叫他改变成用右手嘛。对，那个就是你整个扭曲了他原本的样子，这种是一种习惯。像你背背包，如果单肩的背包，你会背右边还背左边？背右边。我也是可是我的复健师跟我说我要练习背左边，因为我左边很没力，所以这个也是你的业。对，就我的对，我的右边可以背很重，可是左边完全不行对，我也是。他就说我两边的那个负重要不平衡。我要练习把两边平衡一下，因为他说因为差太多，所以我常常会有点歪一边。对啊，可是你不觉得你要硬把你原本的习惯改过来，其实是一件蛮痛苦的事，对不对？就怎么都不顺啊！像我背背包，就是单肩背包，我背在右边，它其实是不会滑下来的。对，可是背左边，我已经很认真的背它一直滑下来，怎么会这样？我们两个怎么这么像啊？我觉得会不会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直滑下来，但我很困扰，我要一直去拉它，我就觉得我左边肩膀是发生什么事，就会变，我就会没办法就又换到右边去。对，然后可是实际上就是他说是我的姿势的问题。我就想说，可是我左边已经很认真抬起来，想要把背包顶住，然后它就是一直滑下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业就对了。对，怎么搞了？对啊，那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其实如果他今天是不好的，对不对？那现在就会变成，这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恶业。对啊，像所以恶业也不代表说会去做什么可怕的事，但我的恶业可能就会变成我两边肩膀是有点倾斜的脊椎侧弯，有一点点，就没有到非常严重，但是有一点点。然后我左右手的力量差非常多，对，我左右的肌肉力量差非常多，这样，这就是业。没错，所以就像是如果今天只有一点点的水渍啊，然后它深入到墙壁的时候，我们就如果能够适时的把它擦掉，它就不见了。对，那如果它就是不断的一直渗透进去，你久而久之就会像是长出霉菌一样，就会有那种壁癌吗？对。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习惯啦。对，我们是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像我觉得我最没办法忍受的习惯，我自己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吃东西有声音。但我就觉得，如果你要去一直，他是不是自己真的不知道听不到吗？我好疑惑。或许他觉得那个是表达美味吗？没有的意思。我真的有些我怀疑他应该是嘴巴吃东西的方式。就是他没有闭起来或什么之类的，还是他咀嚼的方式不是很正确的之类的，或者是说他牙齿的构造是不是很容易，我不确定的会有出现这种。因为我曾经我有个同事吃东西就是会有声音，但不是一个到非常，但是如果你跟他一起吃饭，你会被干扰，我就会忍不住没有办法听别人说，我就会一直想注意他吃饭的方式。后来我是发现他嚼东西好像嘴巴没有办法像有些我们有时候可以是完全闭上嚼，对，他好像嘴巴一定就是要有一点闭上嚼吗？他没有办法嘴巴完全闭好，就是闭口这样嚼，他都一定要嘴巴张开，闭上嚼，对，闭上嚼，不是在墙壁上嚼，对。
好，那有些恶业啊，其实就是从人不自觉的一种小小习惯开始。那这些小小习惯是可能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样子的伤害力，然后到最后就会慢慢累积，到后来就可能变成业力爆发。那就整件事情会让你觉得说，哦，我怎么这么倒霉？可是实际上你往前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都是你原本的一些应该改掉的陋习。对，确实。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回想起来，我以前不断的一直跌倒嘛，那我都只是怪罪说，这个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那个它的对，没有，它其实没有坑洞，那就不能怪人家了。可是我还是会怪罪说啊，那个是路面的材质怎样嘛，或者是说那旁边有车子啊，停在旁边是不是不太好走，这样子。可是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走路的姿势跟习惯是不太正确的。对，因为我走路其实有时候会很赶，因为我会赶着说我想要赶快走快一点，以便到下一个目的地，然后所以我就会有点像鸭子，有没有？或是鹅，我会把那个为什么硬要说我是鸵鸟？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脖子伸长往前嘛，那我的脚并不是真正很扎实的踏着每一步，所以就是会怎样随便胡乱的这样子踏来踏去，然后所以到最后我就会跌倒。左脚绊右脚这样。对啊，或者前面感觉好像你没有脚抬高一点，那我就跌倒了。对啊，这可能也是我没有念住的原因。确实。对，因为我完全不在意我的走路的姿势跟脚步。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习惯。对，习惯造成我后来就是不断身上有好多伤哦。因为我就不断的尝试一直跌倒。尝试跌倒不需要尝试这个吧？对啊，所以你觉得要怎么样躲过那个业力引爆的时刻？你是会晕车的人吗？不会。好。没有，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会晕车的人是属于平衡感比较好的人。会晕车，反而是平衡感。对，然后如果就是你不会晕车，可能就平衡感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可能就比较容易跌倒吧。我猜啦，我在没有任何根据，我只是这样猜。对啊。那我们要怎么躲过业力引爆的时刻？你觉得？就如果同一件事情一直在不断发生，就是你比方说你得不断的说小谎的时候，你在小小的谎。不管是善意的谎言或是任何一种不是事实的话你得讲出来的时候，即使是一点点，可能都要自己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需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对啊。对，那我曾经有听过达赖喇嘛说的，他说业力其实是一种反而是一种活动的力量。对，他说我们今天如果不要把它视为是一个负面的名词，那它有可能是它可以代表说你的未来在你的手中嘛，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思维，然后让你的思维能够比较正向的方向来思考的时候，这一切都有可能会是有改变的。就是像这些我们刚刚讲其实都还是比较负面的业嘛，但其实所谓的善业就是好好对待人家，好好的对待自己，也就是善业啊。对啊，你就累积多一点善业去多过于恶业，应该就会有感觉不一样吧。对不对？再来就是改变习惯嘛。对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如果走路一直还是维持我那种姿势，这样不跌倒也很难。对啊，对，所以只要把你自己的有可能会造成后面的一个不好结果的这种习惯稍微做改变，然后不要再成为这个习惯的奴隶，应该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就要去驾驭你的习惯，不要被习惯驾驭。对，起心动念其实蛮重要的。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意念的兴起。那从意念开始，你就可以开始
改变这整个事件的结果了。其实你如果开始有觉得怪怪，你想改的时候，等于是你的这个所谓属于你这个人的剧本在这一块，其实个性这一块似乎就要被改写，演员也得换了，场景也得换了，对，然后剧情所有的剧情也都要跟着换，所以它就不会是在原始的状态。就原本你觉得怪怪的，或是它就不会再发生。对，因为你基本上已经重新改写了。对，所以当下次你有听到说或者看到说有一些事情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了，那我们可能下意识要给他的喂养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想法，对，或是一个善念，对，那就像种下种子一样，对，它后面长出来的可能就是不同，善果，对，就是一朵花，一个个丰收的果实这样子。对啊，对，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试试看吧。OK， 好，今天谢谢亲爱的蛋宝。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的话，那请你继续追踪跟订阅我们哦。拜拜，拜拜。